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收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深究一个现代人几乎无可避免的痛点，也就是现代社会的倦怠危机。我们每一天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更高的成就，但是许多人却感觉越来越不快乐，甚至面临严重的身心失衡。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明明周末睡了很久，醒来还是觉得全身疲惫？其实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解开这个死结的方法，完全颠覆了目前主流医学的传统认知。我们今天要带领各位，透过一份来自台湾大学10多年研究积累的科学文献，介绍一套非常有科学根据的革命性方法。这套方法主张，想要找回真正的幸福感，我们不能只在脑袋里打转，我们必须从身体开始修复。重点来了，让我们先听一个极度震撼的数据。根据调查报告显示，台湾民众一年竟然吃掉高达10亿颗镇静安眠药。10亿颗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我们把这些药丸全部往上堆叠起来，高度可以盖出整4000座台北101大楼。如果我们把刚出生的婴儿也算进去平分，这代表平均每个人每年要吞下43颗安眠药。这绝对不是单一个案的失眠困扰了，这是一个巨大且系统性的心理健康紧急状态。我们的社会在运作上显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集体焦虑。为什么现代人需要依赖这么庞大数量的药物才能换取一个基本的睡眠？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章：现代幸福感的矛盾，年轻世代匮乏的危机。我们继续聊下去。这个10亿颗安眠药的现象带出了一个现代幸福感的巨大矛盾。按理说，我们现在的科技无比发达，物质条件是人类历史上最丰裕的时刻，但是年轻世代的幸福感却跌破了历史新低。过去的心理学研究认为，人的幸福感是一个 U 型曲线，也就是中年人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最大，幸福感最低。但是最近这几年，许多先进国家的趋势完全改变了，变成一条直线上升的线。也就是说，16到25岁这个原本应该最无忧无虑、充满活力的年轻族群，反而是所有年龄层中幸福感最低的群体。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忧心的警讯。为什么我们的年轻世代会失去幸福感？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用一个冷气机恒温系统的逻辑来比喻。想象一下，第一台冷气拥有非常敏锐的感测器，只要室内温度稍微偏离设定的目标一小步，系统就会立刻进行微调。这台冷气耗能很低，而且室内温度永远维持在一个动态稳定的舒适状态。相对的，第二台冷气的感测器非常迟钝，它必须等到室内温度已经热到让人满头大汗，或者冷到让人发抖，系统才会突然启动并全功率运转。人类的身心系统其实就像冷气机一样，我们需要一个极度敏锐的内在调节系统来维持动态稳定，而不是等到情绪完全崩溃，身体彻底宕机了，才去寻求急救。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第2章真正的问题根源，忽视身体的角色。为什么现代人的内在调节系统会大罢工呢？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在于我们完全忽视了身体的作用。目前的主流医学与心理学大多将心理健康问题严格视为大脑化学传导物质不平衡的问题。我们高度依赖药物来补充血清素，或者用谈话治疗来试图改变大脑的认知模式。这些方法虽然有它们的帮助，却完全忽略了人类庞大的物理神经网络。真正的意识与情绪调节机制其实深植在我们的身体之中。身体里有一种非常关键的能力，医学上叫做内感觉。内感觉是我们身体内部的雷达，它分分秒秒都在持续感知生理与脏器的讯号。例如，当你感到惊恐时，你的心跳会加速；当你感到恶心排斥时，你的胃部会收缩。这些其实都是内感觉在运作。内感觉是我们情绪觉察与调节的最根本基础。当你的内感觉敏锐时，你能在压力刚产生的一瞬间就察觉到它，并且立刻转向调整，而不是等到你的认知能量完全耗尽，整个人情绪大爆发，才发现事态严重。除了内感觉之外，我们还有另一个叫做本体觉的机制。
本体觉是指我们在不需要视觉辅助的情况下，大脑就能够感知全身肌肉与关节位置的能力。它建构了我们物理上存在的感觉，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专注力。如果一个人的本体觉变得迟钝，大脑就必须随时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与能量，单纯只是为了维持身体的平衡与不跌倒。大脑被这样过度消耗的结果，就是产生严重的注意力缺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频繁走神，无法集中精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明明没做什么事，大脑却异常疲惫的原因。支撑这些重要感觉系统的底层硬体，就是我们的筋膜网络。许多人以为筋膜只是单纯包裹肌肉的一层组织，其实筋膜是一个遍布全身、连接骨骼与内脏的巨大张力传递网络。它是人体最大的感测雷达，里面密布着游离神经末梢与微血管。更惊人的是，筋膜就像是一颗物理的硬碟。那些我们没有处理完的情绪能量，我们曾经受的创伤，全都会以物理张力的形式被卡死并储存在筋膜之中，这会造成我们身体结构的混乱与慢性紧绷。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3章，情绪的物理重量。身体是生命历史的记录器。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情绪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情绪具有真实的物理重量。这件事听起来或许很前卫，但其实人类几千年来凭借着直觉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甚至将它深深烙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仔细想想我们平常用来形容情绪的词汇，当我们悲伤时，我们会说心情很沉重；当我们遭遇痛苦，我们会说揪心；当我们愤怒时，我们描述为生气。这个气如果没有被好好释放，就会演变成赌气，甚至是台语俗称的心肝结龟丸。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在都精准描述了情绪压力是如何直接造成物理上的筋膜紧缩，心理上的创伤真的会让我们的身体物理性的纠结在一起。接下来我们进入第4章，数位时代的断线，人与机器的对比。既然身体的觉察如此重要，为什么现代人却集体失去了这种能力呢？答案就在于我们目前高度数位化的生活方式。现代的数位环境彻底切断了我们大脑与这些重要内部身体讯号的连结。我们一天到晚低着头滑手机，盯着荧幕，把所有的注意力资源全部投注在外部的声光刺激上，对自己身体的运作却不闻不问。这种情况引发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对比：人类本来拥有内感觉，拥有感同身受的同理性，以及来自真实生命经验的绝对原创性。相反的，人工智慧只有精于计算的输出能力，它使用的是借来的庞大数据，而且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但是，当人工智慧正在拼命学习，越来越像人类的时候，我们人类却因为对数位科技的极度沉迷，让自己退化成僵硬、只会被动接受外部指令的低阶机器。我们完全切断了与自己真实感受的连结。这种数位疲劳带来的代价是灾难性的。首先，大脑处理过多的声光刺激会陷入麻痹，导致我们对身体的需求彻底无感，甚至常常忘记吃饭与休息。接着，为了追求大脑的刺激感，我们会强迫性的追逐更极端的外部刺激，像是停不下来的一直刷短影音。长久下来，身体就会充满慢性的紧绷与耗竭。但最严重的是，我们失去了能动感。能动感是一个人主导自己生命，认为自己的行动能够带来改变的底层能力。失去能动感，人就会陷入深深的无力与茫然，这也是年轻世代觉得未来没有希望的根本原因。重点来了，我们进入第5章，身心中轴觉察方法，从身体切入的自我复原。面对这么严重的系统性崩坏，难道我们只能一直靠吃药来压抑症状吗？台湾大学的专家团队经过10多年的反复实证，发展出了一套具有科学根据的解方，称为身心中轴觉察方法。这套方法的核心理念非常明确，就是在不依赖重度药物的前提下，重新启动并修复我们生理硬体的感知能力。
这套方法绝对不是传统那种需要耗费大量体力、不断流汗的重量训练。如果你的筋膜已经纠结了，再去进行过度用力的重训，只会让能量更卡，身体更僵硬。这套方法采用的是极度专注、基于支点原理的微小动作。这些微小动作不需要大脑认知过度介入干扰，而是顺应身体本身的结构，用极低耗能的方式，就像是耐心解开一团死结的毛线一样，一点一滴理顺并释放深层筋膜中的紧绷张力。我们可以用打扫房子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创伤释放的阶段性过程。第一步就像是打扫客厅，我们会先透过微小动作清理表面浅层的物理紧绷，这时候你会明显感到神清气爽，呼吸变顺畅。继续练习进入第二步，就像打扫卧室，你开始解开深层长期被压抑的情绪区块，这个过程可能会唤起一些你不舒服的情绪记忆，这是非常正常的排毒现象。最后第三步是打扫床底，也就是触及并释放最根源的创伤。只要耐心释放物理张力，身体自然会非常安全的一层一层排出隐藏在硬碟里的情绪垃圾。接下来我们进入第6章，实证成效与机制，11周课程的科学数据。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前面说的这一切绝对不只是好听的理论而已，这背后有极其严谨的科学数据支撑。台湾大学进行了一项为期11周的长期研究，客观追踪了这套身心修复方法的真实成效。实验的结果非常惊人。根据研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参与实验的学生群体中，一开始有高达40%的人处于中重度的焦虑与忧郁状态，这比例其实相当高。然而，经过11周单纯专注于身体层面的中轴觉察练习后，这些严重的焦虑与忧郁指标出现了大幅度的显著下降。同时，原本非常低落的自我接纳度与能动感迎来了爆发性的大幅提升。参与的学生们用亲身数据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透过修复身体这个硬体，我们真的能够找回心智的健康与强大。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这套台大研究背后传递的核心哲学就是，真正的自我疗愈是一个从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进展到自我接纳，最终实现自我赋能的完整旅程。当我们愿意回归根本，先把身体这个硬体理顺，释放掉那些常年卡在筋膜里的历史包袱，我们的大脑就能腾出更多运算的空间。当大脑不再需要浪费能量去抵抗身体的失衡时，我们的心灵自然就能获得真正动态而且永续的平静。节目的最后，我想请你现在暂停一下脑中繁杂的思绪，问问自己，你的身体此刻正试图告诉你什么讯息？是不是肩膀特别紧绷？是不是呼吸有些短促？我挑战你，在听完这一集解析后，暂时放下手机，离开你的荧幕，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好好打开你内在的雷达，倾听身体最真实的声音。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真正的心理健康不能只依赖大脑的化学调节，不需从倾听身体的内感觉与本体觉开始，筋膜记忆的我们未处理的情绪，透过微小的身心咒修复，释放累积的张力，我们就能重新找回生命的能动感与真实永续的幸福。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